王一博的探索心境顶流破圈，还是粉丝买单？放着吹空调，拍综艺轻松挣钱不甘，一个白白净净的顶流明星，却毅然跑去玉树翻雪山，为马黄。你跟我说这是去拍硬核纪录片？搁以前我肯定会怀疑，这是哪个公关团队又在编故事。娱乐圈的套路大家都看得多了，穿上始祖鸟，在营地摆2张照片发朋友圈，配上敬畏自然几字，转头就钻进房车打游戏自拍，完全不带实感。但王一博这次的探索心境真的把那层虚饰的窗户纸捅破了。他前脚还在珠海赛道飞驰，后脚就扎进西宁的高原。冰雹暴雨说来就来，越野车半路抛锚，团队大老爷们扛着几十斤的设备，硬生生往深山老林里扎。雨林里被蚂蟥咬了8口，血把袜子染红，他却还是笑嘻嘻地说没事。高原上缺氧透支，从未听他抱怨一句。但你真试试，到了海拔几千米的地方，空气稀薄的让人喘不上气，缺氧1天还能咬牙装一装，可要是连续熬上10来天，别说普通人了，神仙来了也装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王一博在这种极端环境下还能撑下来。真正值得说的并不是明星光环，而是他平时真的在玩这些东西。赛车、滑板、滑雪，这些可不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才碰一下的兴趣。很多动作别人看起来可能就觉得挺帅的，但真正做过的人都知道，背后全是时间、体力和一次次摔出来的经验。尤其是赛车，对身体和反应速度的要求都不低，方向、速度、判断，哪一样都不能靠脸解决。王一博之所以能够在这种环境里扛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平时一直在接触这些运动。那些看似轻松的动作，其实都是拿时间和汗水一点点换来的。业内一些真正玩赛车的人也曾评价过他的水平，至少在明星跨界赛车这个圈子里，他的技术确实属于比较能打的那一批。你要是换成那种平时连矿泉水瓶盖都要等助理帮忙拧开的艺人，让他突然跑到几千米海拔的地方待上10几天，估计还没等导演喊开拍，人已经坐在半山腰开始怀疑人生了。更别说什么奥斯卡导演站在旁边亲自指导，导演能教你怎么面对镜头，却教不了你怎么呼吸，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说台词，却没办法替你的肺吸进氧气。所以这种项目真正难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它不是给你一个漂亮场景，让你穿上冲锋衣，站在雪山前摆几个造型就结束了。整个项目从一开始铺的盘子就非常大，腾讯视频砸下重金， Discovery 探索频道的国际团队参与制作，从制作规格到拍摄环境，明显都不是普通明星综艺的玩法，而且最后交出来的成绩单也确实相当漂亮。节目播出之后，热度在很短时间内就冲了起来，几10分钟就打破相关记录，弹幕数量更是直接冲到1000万级别。对于一个这种类型的纪实项目来说，这样的数据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拿到了泰利奖金奖。泰利奖在美国电视和视频内容领域有一定知名度，尤其是在影视制作、纪录片、广告和数字内容等领域，认可度并不低。至少它不是那种随便弄个奖杯回来就能拿出来吹半天的东西。所以从项目规模、制作团队再到最终成绩来看，这个节目显然不是简单拍着玩，
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节目越认真，争议反而越大。你打开评论区，很快就会发现，网上基本分成了两拨人，而且双方讨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一边是粉丝，他们看到的是王一博在高海拔环境里坚持下来，看到的是他喘着气，顶着恶劣天气继续完成任务，所以一个个都特别心疼。评论区里各种太坚韧了，一点都不矫情，真的太真实了，刷个不停。在粉丝眼里，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星退掉光环之后，面对真实环境到底能不能扛。而另一边却是那些从小看纪录片长大的老纪录片迷，这些人对纪录片的要求和粉丝完全不是一个标准。他们可能根本不关心王一博今天累不累，也不在乎明星到底帅不帅，他们更在乎的是动物呢？雪豹呢？生态呢？镜头语言呢？叙事呢？于是问题一下子就来了，有人看完之后直接吐槽，镜头晃的人眼睛都快花了，剪辑一会儿切这里，一会儿切那里，真正想看的动物反而没有多少，尤其是雪豹，观众期待了半天，结果别说完整看清楚了，有时候连它到底从哪个方向跑过去都没搞明白。最后留下最深印象的反而是明星在镜头前不断喘气，于是就有人毫不客气地甩下一句，这不就是一个加了电影级滤镜的明星旅游 vlog 吗？这句话虽然毒，但也一下子戳中了争议的核心，因为粉丝看的是王一博有多拼，纪录片迷看的却是这到底是不是一部合格的纪录片。同一个画面，在两拨人眼里完全是两种东西。粉丝看到他气喘吁吁，会觉得心疼，你看他真的很辛苦。纪录片迷看到同样的画面，却可能皱眉，我看动物呢？我为什么一直在看明星喘气？说到底，这场争议并不是简单一句好看或者不好看就能解决，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就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既想让普通观众看到极限环境下真实的人，也想带大家去看那些平时很难接触到的自然世界。明星的存在确实提高了关注度，让大量原本不会主动看纪录片的人点了进去，但与此同时，明星镜头占比过高，也会让一部分传统纪录片观众觉得自己期待的自然内容被挤到后面去了，所以最后才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局面。喜欢王一博的人觉得这是一场看得见汗水和坚持的真实挑战，喜欢传统纪录片的人却觉得动物没看多少，明星倒是看了不少，两边谁都觉得自己有道理，而这可能才是这个项目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它到底是一档披着纪录片外衣的明星真人秀，还是一部借助明星影响力，让更多普通人第一次走进高海拔自然世界的纪实作品？答案恐怕还真不是一句话就能定死。王一博，这现象很有意思。平时看纪录片，我们习惯关注什么？几万头角马渡河的壮观，冰天雪地里极的企鹅的挣扎。大自然才是主角，镜头冷酷，人只是躲在机器后面的旁观者。但探索心境里，规矩变了，雪山、雨林、沙漠全都成了背景板，镜头死死盯着王一博的脸。这一做法让搞纪录片的同行都心里打鼓，几十年拍片子拉不到几个赞助，恨不得砸锅卖铁。而现在顶流一来，热度爆了，联合国环境署网站访问量翻了4-5倍，环保基金半个月筹的钱比过去1年都多。那些平时只看偶像剧的年轻小姑娘，
因为一个人开始盯着屏幕看雪山生态和自然保护。真金白银的流量变现，实打实的破圈效果，哪个平台不羡慕？但这也让人背后发凉。资本嗅觉极敏，一旦发现顶流加探险能躺着赚钱，会发生什么？投资人一拍大腿，以后拍片子先花大半预算请流量明星，剩下的钱随便搭个草台班子。选题全照着怎么让明星显得帅气又悲壮来定。王一博，那些真正需要被关注的冷门自然奇观，那些蹲在野外守3年只为拍一个动物捕食镜头的死磕精神，都要让路给明星的个人秀。到那时，纪录片3个字恐怕就死了，全都变成包装精美的野外真人秀。以前 BBC 也请大明星配音，汤姆·汉克斯也干过，但人家明星是端盘子，把大自然这道主菜端给观众。现在的风气一变，大自然成了那个盘子，装的却是明星这道菜。王一博这趟行程吃苦是真的，把一群平时不关心自然的人拉进来看风景也是真的。比起舞台上油头粉面的表演，他每一次转身都硬气了许多。听说追雪豹那一集快播了，我倒是好奇，在海拔4-5千米的绝境里，当那只真正的雪山之王出现时，镜头会对准雪豹野性的眼睛，还是死死锁在明星惊叹的脸上？当大自然成为顶流的秀场，王一博，我们究竟是看到了真实的世界，还是世界被改造成了另一个名利圈？